魔神之印解放！等一下，你这也太阴了吧！一起上！我这么拉风的登场，居然还能被比下去！小子们装，谁家的能耐最弱的？啊！又以为我最弱，想先搞我是吧？时代变了，麦当，来的，来的！我是皇陛下的逆天魔龙，这怎么可能？不，气息很弱，只是一个冒牌货。真是阴险的人类，连陛下的魔龙都能挡住！黑色沙漠。你们这点小伎俩，也就顶多吓吓年纪的魔族。我可是尊贵的第10柱魔神继承人，我会让你们知道触怒神威的代价。我也会让你们知道，随意践踏生命的代价。践踏生命，你在搞笑吗？你会在意踩死的蚂蚁吗？分散开，不要被击中！你们是不可能抵御我释放的雷电之力的！看我的闪电鞭怎么抽死你们！别逃啊！刚才你不是很嚣张的吗？元素火钻！等等，你也跟那些蚂蚁一样，来魔神赐予的毁灭吧！团长！怎么回事？该毁灭的是你！这怎么可能？你干了什么？说话！没想到蓝雨光之芙蓉竟然还能吸收他的雷电之力。光之重力！该我们了！可笑！这群该死的蚂蚁，我真以为能伤到我吗？太天真了！很好，竟然逼我使出雷霆甲胄！没用的，他破不了我的防御。这不可能！雷霆甲胄都抵挡不住他们的攻击。梦幻天堂的生灵被你如此践踏，一定要血债血偿！10种啊，我可是第10种魔神继承人！少了吧，几个，不过是一个继承人，真正的魔神也干过。
不好，他想使用禁咒召唤魔神珠的投影，哪怕要献祭我的全部修为，都要细说掉这吃肉！你是魔神真正的愤怒吗？不知死活的蚂蚁们！打断他的施法，不能让他召唤成功。都给我去死吧！刚刚就你捅的我是吧？我就捅我，就捅我！你再跑！哎呀，没有吓到你们吧？前辈，您刚刚不是……嗨，也不瞅瞅他那样，能打得过我吗？他偷袭的只是我的替身了。哎，对了，你的灵炉也没事儿。那被捏碎的那个，也是替身，这就是这个灵炉的能力喽。替身灵炉可以制造出一个和使用者一模一样的替身，替身能使用本体的所有能力。但替身的灵力和持续时间则与使用者本身的实力有关。多谢前辈。前辈，刚才虽然是不得已，但我也破坏了规则，将我的队友们召唤了进来。如果要惩罚，希望您能惩罚我一个人，不要惩罚我的队友。我并没有感受到你们被梦幻天堂的规则所排斥。这也意味着，你们和那个家伙不同，你们是被规则允许的。也许这一切都是自然女神的旨意吧，尊敬的光明之子。哦，对了，这个也给你们。刚刚那个家伙身体里的，你们吸收了它，应该也能获得那个家伙的能力。传承之冕，我只知道魔神之冕，传承之冕又是什么呀？传承之冕也被誉为准魔神的象征，只有该柱魔神血脉最为纯粹的后代才能拥有。这个传承之冕就给司马仙吧。啊，你不是一直想要强力的攻击技能吗？这个传承之冕能给你带来雷电属性的能力，令你的攻击力大幅上涨。既然他们已经被规则认可，那应该也可以获得梦幻天堂的灵炉吧？当然可以。那这个灵炉就给婴儿吧。怎么可以？团长，这可是你完成考验得来的。这个灵炉的能力是替身，对我的作用并不大，但你拥有生灵之门，再加上替身，你召唤高阶魔兽的成功率起码会提升1倍。谢谢团长，我会努力变得更强的。嘿嘿，那我就不客气了。嘿嘿，那我先走了，光明之子。多谢前辈。祝你们在梦幻天堂内都有收获。团长，我们接下来的目的是什么？要去找副团长了吗？但在此之前，还要解决一个人。出来吧，都看了这么久了。原来你早就发现了，不愧是龙团长。又是你，想干什么？我来履行承诺，送你一份大礼的，龙团长。大礼？这次进入梦幻天堂的魔族，
都是前10柱魔神的继承人。你们击杀的闪电，不过是其中最弱的一个。什么？而此次带队的，更是魔神皇陛下的继承人，整个魔族年轻一代的最强者——阿宝殿下。他真正的实力，你们无法想象。不如让月夜和阿宝一起带着前10柱的继承人们去玩玩吧。说重点。难道龙团长就不好奇，我们的魔神皇陛下为何要将这些几乎囊括了整个魔族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们，都派进梦幻天堂呢？表面上，魔族继承人们是来和人类竞争，但阿宝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帮助魔神皇陛下获取梦幻天堂里一个特殊的灵炉。什么样的灵炉，连魔神皇都想要？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我是真不知道，龙团长。但我知道，你们人类肯定不会希望魔族带走那个灵炉，而我可以协助你们。你的目的是阿宝？龙团长果然聪明。没错，我希望阿宝空手而归，甚至永远留在这里。可我记得他是你的未婚夫。现在还不是，不过若是他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恐怕就会向陛下请愿迎娶我。那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往后终其一生，只能成为他的附庸。怎么样，龙团长？要合作吗？龙团长这么谨慎啊？为了得到那个特殊的灵炉，阿宝的第一步计划，就是要通过杀戮将梦幻天堂变为梦魇地狱，从而削弱守护梦幻天堂核心的4大神殿。怎么回事？我的手不受控制。对了，这才是你该做的事。猎杀开始了。太弱了。太慢了。你在找我吗？两位美丽的女士，你们的眼睛可真漂亮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挖出来好好收藏了。而现在，那些魔族继承人恐怕都已经找到了所有人类，包括你那个小女朋友。龙团长，我就不在此等你的答案了，期待能和你愉快合作。这女人的话可信吗？我们赶快去找副团长吧。好，什么情况？团长。不要再往前了，刀未出鞘就能削软断石。那个灵炉已经有彩儿姑娘在挑战了，只要你不乱来，我不会对你动手。这个
不简单。哦，不好意思啦，我不知道你们人类这么守规矩的。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这就走。看来这才是你们魔族进入反天堂的目的。抢夺灵炉是假，猎杀人类是真。啊哈，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好像越来越强了，不过想伤到我，怕是有点难度啊。放心，下一招就送你归西。长刀，回鞘，阴三千。我收回刚刚的话，你竟真能伤到我，厉害呀！他的伤口竟然瞬间就恢复了。等收拾完你，我再去收拾那个女的。好，要不我留你一口气吧，让你看着我杀掉她，反正你也杀不死我。哼，去试试，看没有我除不了的魔。好，战意又增强了呢，让你把战意提升到极致吧。少废话。刚刚怎么回事？那刀竟然斩偏了，而且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杀招，似乎在等什么。你怎么了？没力气了吗？要不你还是乖乖被我杀掉吧，反正你和那个女的迟早都要死。哼！彩儿姑娘是我兄弟最重要的人，绝对不会让你碰她。朝天三绝，能退百万邪魔，斩九天银河，断周天诸神。朝天一去，踏山河。这招真不错，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的战意。是刚刚那下特袭，没想到吧？只要被我伤到，恶魔之花就会被种下，而我的恶魔之花最喜欢强烈的战意，你战意越强，它就长得越快。一旦它发了芽，哎呦，那你就只能等死了。怎么样，害怕了吗？费了半天劲儿，连我一丝毫毛都未伤到。天二去，九天。不错，不过一切也都是徒劳，你杀不了我的，我浑身上下都没有弱点，
而你身体里的恶魔之花就快要绽放。那时，我会好好把你吃掉。急什么？还有第3刀呢！超前3雀，断诸神！杀掉你之后，就没有人阻挡我去干掉对面那个女人了。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龙兄弟最重要的人！地狱之花！不呢？刚刚他怕我杀了你，宁死都要拦住我，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没想到你和他同样天真。臭女人，你还不明白？根本伤不了我。是吗？受死吧！你们这些人类还真是……你这个疯子，听不见是吗？我都说了没用，没用！谢谢你，吃掉我的肉体。怎么回事？我的伤怎么没恢复？霸王刺！气死我了！恶魔快！给我死！去对付这个长命人，销毁剑意。不可能！
可能有弱点的？没你的人类！哟，刚好凑成一对儿了。这些愚蠢的人类，你居然还带在身边？我那个都被弄成渣了。马西洛真菜，居然还留了一个。真无聊啊！这里一点都不好玩。冷小公主，你要是无聊，可以玩玩这个。恶心！不喜欢，那就换一个。他的眼睛更好看。其他人都遇害了，那好整。这里是哪儿？什么情况？我怎么突然掉下来了？大家也都被传送过来了。这是哪儿啊？我有个不情之请。动不了了。你该回去了。怎么回事？刚才我的行动为何像是倒放一样？不是倒放。是干预，还是被我预言过的东西都可以被我控制，按照我设定的结局走下去。太子殿下，魔族所有人都到齐了，干掉他！彩儿。浩辰，这里是？我已经把仅存的人类全都传送过来了。什么？小杜将军也？我杜子鄂纵横江湖，最爱吃会。对了，还你上次的刀。谢了，兄弟，一点心意，你拿去。魔族之所以进入梦幻天堂，目的只有一个。哼，果然，只有当梦幻天堂被杀戮污染时，凌驾于法则之上的你才会现身。一旦我与他正面交锋失败，被他带离梦幻天堂，整个梦幻天堂，甚至整个圣魔大陆，都将不复存在。你终将现身于我的身前，成为我的囊中之物。尊敬的光明之子啊，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拯救梦幻天堂。自然女神是掌管自然运转的神明，万物的繁衍生息、季节轮转都由她维持。圣魔大陆就这样繁荣了数万年，直到6000多年前，也就是72魔神柱的降临，他们散发出的气息能将生灵异变成魔族，圣魔大陆顷刻间成了可怕的地狱。可数万年的守护，这片大陆早已像自然女神的孩子，
他拼尽一切来守护圣魔大陆，最终，他成功阻止了恶魔气息的侵袭，但自己也受到了无法愈合的重创，即将陨落。陨落之际，他强行将自己的神格剥离出来，用仅剩的力量创造了梦幻天堂，用以放置神格。此后，神格便留在梦幻天堂的核心梦幻神殿中，继续维持大陆的自然运转。而6000多年的时间流转中，神格也逐渐有了意识。你就是自然女神的神格？不错，而这里正是梦幻天堂的核心梦幻神殿。所以，刚才是你将我们传过来的？可能神格对你们人类来说太过陌生，所以人类也将我误判为智慧灵炉。智慧灵炉。表面上，魔族继承人们是来和人类竞争，但阿宝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帮助魔神皇陛下获取梦幻天堂里一个特殊的灵炉。原来魔族这次进入梦幻天堂真正的目的是你。神格是神明力量的来源与核心，我想，一定是魔神皇的修为已经突破了100万灵力，一旦拥有神格，即可成神。要真是这样，那圣魔大陆就真的离毁灭不远了。梦幻天堂的力量主要由梦幻神殿与4大神殿掌控，可因为魔族的投入，随神的梦魇如今正在逐渐侵蚀梦幻天堂，4大神殿不得不分出大部分能量去净化梦魇。而这也正是4大神殿最脆弱的时候，魔族就是想趁机摧毁他们。一旦魔族成功，那我们所在的梦幻神殿就失去了保护与隐蔽，彻底暴露在魔族面前。但还好你来了，对自然最亲和的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我想请你帮我。看来他也在行动。刚刚怎么回事？那个女的突然就不见了。文迪，看看预言是否有病。是，殿下。谶言之书，命运之线，预现未来。宇宙规则，无限时间，皆由我凝视。万物时命，未来之运，均受我感知。竟然出现了一个变数，不过不重要，我会让一切回到原本轨迹的。殿下，一切尚在预言之中，您不用担心。很好，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先去破坏4大神殿。是。出发。遵命。月儿、冷晓，你俩跟我和门迪一起。殿下，我也想为您出一份力，而不是一直被您保护。殿下，就让月夜和申商一起去吧。之前你不是说想和北部10个行省通商吗？已经给你谈好了。现在整个魔族的通商业务都归你的月野商会所有。感谢殿下的厚爱，但唯有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这一切，才能证明我的价值。宝哥，我也过去了。月姐，等等我。殿下，这样的女人才值得我喜欢，不是吗？等拿到神格，一切就都是我的。
接下来我会通过秘法，把你们的能力全部提升到6阶。这是我在梦幻天堂等阶限制下能为你们做的极限了。这就是6阶的感觉吗？龙团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但我们又不能过于分散力量。大家来一下，我们接下来兵分3路。张团长，王媛媛、司马仙一组，负责守护土神殿；彩儿、林心、陈婴儿一组，负责守护木神殿；我和韩宇一组，负责守护风神殿和水神殿。事成之后，我们回梦幻神殿广场集合。这次我要打个爽，圆圆，你可不要拖我后腿。哼，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不是我长魔族志气，虽然我们都6阶了，但那些魔族最低也有7阶，我们还要分散力量和他们打，是不是需要准备点什么其他手段啊？我作为自然女神的神格，虽然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但在梦幻天堂内，掌管法则倒是我的擅长。这是我的法则之印，接下来我将告诉你们如何使用。婴儿，接下来可是硬仗，咱们可不能拖副团长后腿啊！除了等阶，魔族那边还有个能预言和干预未来的人，就是要利用他的预言。我们要快点了。小都将军，感谢你舍命救下彩儿。你们皆是我辈英杰，我定要魔族血债血偿。大家出发！虽然你也有对策，但魔族此行就是为了得到你，你最好不要现身。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然女神留下的一切被魔族践踏？真是一座美丽的神殿，毁掉它，可真令人心痛啊！天使碎梦，奏出你悦耳的乐章吧！多么动听的哀鸣啊！别急，序曲之后才是更华丽的乐章。结束了。凭你休想动神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送死的。哎呀，不过你的眼睛倒是前所未见的美丽呀！奇怪，这眼睛怎么有点眼熟？让我想要匍匐跪拜。正好，正好，那就把他的眼睛安在我的肩上。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啊！你在逗什么？他那把剑似乎能无限释放攻击，如若不解决，我的灵力迟早都会被他耗完。
引。信阴之魔。修罗斩。以为破坏了我的天使碎梦就没事了吗？这天使碎梦是用我的灵力化成的，而我的灵力则是用不完的哟。他能吸收周围的任何元素，转化为他的能力。这样一来，他的灵力岂不是永远不会枯竭？天使碎梦加强吧，亲爱的，你的眼睛我挖定了。不能再拖下去了，得想办法激怒他，逼他接上魔神之印。好吧，你越躲我就越兴奋。这就是你的全部能力了吗？到现在都没伤到我。看来第9柱魔神继承人也不过如此。你说什么？我说你太弱了。我现在就要把你的眼睛活挖出来！绝对防御！就这点本事也想跟我斗？韩宇，就是现在！光之重力，黑色沙漏。这么弱也好意思说自己是魔族继承人？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两个撕烂！魔神之印，接吧！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第9柱天使魔神继承人痛苦的怒火！天使降临，罪恶之怒！微微的蝼蚁，准备引起这毁天灭地的伤害吧？的确很强，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就这玩意儿也想和我斗？法则之印，剥夺！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在流失，大招也失效了。这就是梦幻天堂给你的回礼。法则之印能将你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能力强行剥夺出来。现在该我了。天使降临，罪恶之作。刚才一直激怒我，就是在等这个。不错。能将超越梦幻天堂规则的能力强行剥夺，这法则之印，简直就是他们的克星。韩宇，这个传承之冕能加速灵力的恢复，最适合处在团队辅助和治疗位置的你。团长，这……谢谢。不用客气。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封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本迪，其他人进度如何？其他人已到达另外3座神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看来我们的计划也要加快部署。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封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
本迪，其他人进度如何？其他人已到达另外3座神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看来我们的计划也要加快部署。魔族一旦成功拿到神格，整个梦幻天堂，甚至圣魔大陆，都将万劫不复。韩宇，加快速度！刚才的战斗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必须尽快赶往水神殿。无论如何，也要阻止魔族的破坏。可以了，殿下。第1个阵脚已布置完毕。走吧，去下一个地方。尝尝我的雷神之拳！闪电竟然连传承之冕都被你吸收了，真丢人呐！不只是他的，你的传承之冕我们也要了，口气不小嘛！小心！上！还好吧，我来会会他。凭你们这种挠痒痒痒的攻击，想剥夺我的传承之冕，不自量力！耀也是第6柱魔神的传承者，我要掉以轻心。别玩了，特地干掉他！哼，这不是难得遇到这么合胃口的对手吗？再来试试，我们还弱不弱？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真本事，弱，非常弱，弱得可笑。啊，这么抗揍的吗？我的每一个万甲都重达3740斤。啊，虽说我早已习惯这个重量，但解开它们后，才是我的完全状态。危险！别冲动！这种状态下，我的拳力是足足6吨，你们加起来都接不住我一拳。蝼蚁们，哼，受死吧！看你这破罩子，撑多久？牧神殿马上将不复存在。又
住手！想要破坏神殿，哼，先问过我吗？死！看我用生灵之门召唤出一个钢铁魔兽，扭转战局。对面看起来挺强的，但我们也不弱。分身，雕虫小技，好快！太慢了！副团长不要担心，看我这升级后的千岩射线，绝对有他好受。这两人速度也太快了，根本瞄不准呢。他们速度在变快。不瞄了，短枪男将总能中一发吧？我就不见了！再来！有死吧，魔族！我打！可恶，居然真的一次没中！臭魔族，速度快了不起是吧？看本公主战会更快的！过来吧，敌方娘！不好，圣灵之门，必须打断他的召唤。怎么是你啊？我们如果不动手，可能我会轻松一些。我们只是想帮你。一次召唤失误没什么大不了，刚好改造一下替身灵炉，还能用替身再开一次生灵之门，我就不信第二次还是要替身灵炉复制，永恒之上，万物之灵啊，聆听我的召唤吧！必须阻止他！你的队友可真够奇葩！闭嘴！你们别乱跑，危险！别过来影响我施法！灵儿，快把你的阳和青抓走啊！终于赶到了，这里丝毫没有被破坏的痕迹，神殿的能量核心也在。看来魔族还没到，不对劲。果然，还是晚来一步。没错，你身上有闪电的味道。我的兄弟闪电不见了，是你杀了他吗？是又如何？如何？你怎么杀的他，我就在你身上一刀一刀的重现。呀！没想到要和月夜对上。我来履行承诺，送你一份大礼的，怎么样，陆团长？要合作吗？
你牵着他们，我来对付他。你可别分心呐！光之荡漾。光羽双龙吟。他的攻击太强，正面对上毫无胜算，看来只能轻而易举。调动灵力运转，以鬼灭之步引你身法，然后久不为阵。九龙踏，方块被颠倒了，受死吧！死了！下一击，取你性命！在他的阵内，我完全处于被动。该死的人类！我神之印解放！你要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我的法则之印已经用完，能否赢下这局，就看韩宇了。被他们给缠住了，没法脱身。怎么办？跟你说了，别分心。蝼蚁，今天就用你的面来祭奠我的兄弟闪电！龙团长，还记得我说过要送你一个大礼物？该死的人类！我神之印解放！你要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人类，感受魔神继承人真正的恐怖，然后去死吧！怎么日夜还在缠着韩宇不放？恶魔地狱！
我那边解决完了，过来帮你。哼，不需要，我的猎物我自己解决。不，你一定需要，因为这可是专门用来对付你的。怎么回事？连我的恶魔之力也被吸收了，我伤不了你！光之重力！可恶！龙团长，他的力量归你了。月夜，你这个叛徒！受死吧！大力金刚拳！破天一击！空炮！神圣冲击！一群烦人的蚂蚁！黑神之拳！够了！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杂碎，这些不痛不痒的攻击，就像苍蝇一样烦人。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结束这一切！给我去死吧！才给我去死吧！法则之印，剥夺！怎么回事？我的力量在消失！你别想动用超越规则的力量！可恶！你们这些阴险的人类！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就算没有那几件修为，我的力量也是最强的！这群魔神继承人，这根本是蟑螂魔神的继承人吧？这是他被吸走的力量。被法则之印剥夺的能力，你们也能吸收？让本大爷也体验一下！哈哈，我竟然直接到了7阶巅峰！可恶！我怎么会输？我怎么可能输？这就是你的本体吗？让本大爷看看你的力量！可惜啊，扛不过我一拳。怎么就没了？体验时间也太短了。光头，瞧你那嘚瑟样。这个，你们看给谁？我已经有一个了，不能太贪心了。他的能力是力量强化，配合你的巨灵神之盾，应该有奇效。谢谢你，张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关闭这边的能量核心。我们这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先返回神殿汇合吧。
又回来了，你们辛苦了。我们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是的，谢谢你们。快把你的羊和猪抓走啊！你的队友也太菜了！闭嘴！麦当，快滚好他们！赢过我的速度，你很强，但仅此而已了。魔神之印，解封。接下来，领受第8柱魔神继承人真正的力量吧！现在整座神殿范围都变为了我的原力空间，空间内所有物体都能被我随意操控，而你只能成为笼中鸟雀。如果你也到7阶巅峰，或许还有机会和我一搏。但你现在只有7级6阶，在我的原力空间里，毫无还手之力。是时候了，快用法则之印！不演了，马上有看好受。法则之印，摸索！我的力量，叫你们捣乱，害得副团长差点受伤。麦克，哎，刚刚那股嚣张劲儿呢？你们干了什么？哈哈，这就是7阶巅峰的力量吗？我们在代表梦幻天堂，禁止你使用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力量啊！这可真不错呀！辅助吧，魔族！怎么可能？这可是我的力量！你想要啊？那还给你啊！可恶！你们这些阴险的人类！看我这个准头怎么样？芈月半阵。这个给你，它远程控制的能力正好适合你。谢谢副团长。接下来，只要关闭这边的能量核心。副团长，我们一定是最快的。怎么了？地上怎么还有个传承之冕？我们这是什么无敌好运气？这力量似乎是属于马西洛的。副团长，你快把它吸收了吧。
殿下，这就是最后一个阵脚了。接下来就去见识一下那位变数。大人，我认输，求您饶我一命吧。有那个符文在，阿宝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我愿意归顺你们，和你们一起对付他。不要相信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们的阿宝殿下了。龙团长，和你合作真是令人愉快。这样一来，就营造出了4大神殿全部击破的假象。阿宝马上就会赶去梦幻神殿，我们也该去守株待兔了。如预言的一般，他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任务了。想法很好，但你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阿宝身边的门迪是此代星魔族的预言之子，他的预言从没出过错，无论过程如何，他都能将终局操纵回他预言的方向。只要有他在，阿宝就是无敌的。而你们，不亚于是在与魔神皇和星魔神对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走，他也要降临。光明之子，他来了！疯女人，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杀死？只要你们一放松警惕，就准备给我等死吧！偃月半阵。团长，我们现在要回神殿与团长他们会合吗？我们一定是最快的。受死吧！怎么？自魔族降临圣魔大陆起，便存在着72柱魔神。魔神之间以实力为尊，因而排位常有更迭，但唯有日月星3柱为72魔神永恒的中心。其中，日柱魔神皇为魔族之首，以其强大的血脉之力统领全族，是魔族乃至圣魔大陆第一强者。月柱月魔神实力仅次于魔神皇，皎月清辉下，他便是夜之主宰，轻易可毁城池，摧山海。而星柱星魔神对比前2柱，虽无明确的战斗能力，但他却仍是魔族令人畏惧的存在。只因星魔一脉可掌控星轨法则，世间万物皆入星盘，由其操控。虽无法战斗，却能运筹帷幄，知晓过去未来。
更可改天地规则，逆转结局。看来他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如今只差一步，我们就能拿到神格。殿下，他们现在应该在梦幻神殿里面等待我们，那就去完成这最后一步。当然不会，只要能拖住你们就行了。现在阵法已成，殿下当心，这是现在已经用不上你了。破坏梦幻天堂者，挡住！思想大阵，法则之力，剥夺！四象大阵蕴含了整个梦幻天堂的法则之力，你们是无法挣脱的。我杀了你！别嘴硬，大阵会逐渐剥夺你们的所有能力，很快你们就会变成两个废人。四大神殿并没有被破坏，而其余继承人身死，都是因为被剥夺了力量。能做到这一切的，恐怕只有你。对，可以动用法则之力的神格。没错，现在用在你们身上的法则之力，是其余继承人的1000倍100倍不止。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哼！肆意损毁梦幻天堂，残忍的屠戮生灵，我一定要代替自然女神亲自审判他们。果然只有这样，你才会现身呢。时间之始，规则运转；万物之末，法则逆转。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梦幻天堂的法则被更改了。
殿下，最后一步已成，现在整个梦幻天堂已由您掌控，神阁也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干得不错，终于没必要再陪他们演戏，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法则之力。遵命，殿下。苏烈在反向吸收我们的力量。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能逆转梦幻天堂的法则，并据为己用？你能布下4象大阵，我们自然也能布下逆转法则之阵。在梦幻天堂内布阵，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是在其余继承人去攻击4大神殿的时候吧？先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你们的目标是击溃4大神殿，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在这里布下逆转大阵。既然你们早就能推算出梦幻神殿的位置，却仍旧大费周章，说明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逼迫神阁现身。能想到这一步，还算不错。神阁若想隐匿，不知还要耽误多少时间。果然很迟。也太小看我了！你以为单凭一个逆转大阵就能抓住我？谨遵自然女神法旨，在此梦幻天堂危难之际，请您降临。精灵龙，精灵龙乃梦幻天堂真正守护神，拥有100万灵力。纵使献出我的肉身，也一定要将你们诛杀！怎么回事？召唤反阵为什么没有反应？我说过，你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那条精灵龙，就让它继续沉睡。怎么会这样？就连精灵龙都一早被算计。不仅如此哦，召唤精灵龙会削弱你的自然之力，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得到你，所以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好了，终于到你了。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计算，而唯一改变过我星盘的人类，你还能破我的局？你星盘中的变数，就是他。是的，殿下。梦幻天堂之行，要获取神格，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逼神格主动现身。围绕这一点，我在出发之前就做过演算。在那次演算中，将精灵龙震出局后，再将梦幻天堂内所有生灵屠戮殆尽，4大神殿皆属破坏，神格自会现身，变成我的囊中之物。但现在，星盘却出现了变化，有颗星星偏离了轨道，搅乱了我的星盘。但很奇怪的是，那颗星星的轨迹却被某种力量遮蔽。以我目前的能力，无法去推演它的动向，于是我必须做出改变，重新布局。我在星盘上推演了126次，终于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结果。我将为他们挑选好对手，以及最后的葬身之地。只有这样，才能走到最后这一步。能灭我族6位继承人，在将计就计布下请君入瓮这种局，身为平凡的人类，你已经做得很好。但走到这一步，
你们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所以你还能破我的局吗？看来他与其他人类废物并无区别。如果能更有趣就好了。殿下，我的最后一步已成，请您获取神格。虽然比我预计的还要容易，但父皇应该会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成神了。陛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已为您筹谋好了一切，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您自己。从一开始我就想到，既然你们的目标是神格，那就只需要将神格藏在一个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的地方。殿下小心！这是什么？竟然有凌驾于法则之上的威能！好险，差点就坚持不住了。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也许你该多推演一次，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瓮。胆敢触怒无极无之传承者，皆化为怨灵养分，虽无一起，长眠于此，永生永世不得脱身。原来如此，难怪我推演那个人类的星盘却毫无所获。原来真正保护的、阻碍我推演的，是更高等级的存在，是长夜天才莱克斯。谢谢你，光明之子。我们竟然能打败魔神皇的继承人，团长实在太棒了！殿下，对不起，是我无能，将您置身危险之中。在这里，我连星盘都调动不了，我辜负了你的期待。文迪，你的最后一步结束了，而我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父皇说，你有一样东西要给我。殿下，这星盘中蕴含着一道我的大预言术，此行若遇无法挽回之局，您或许可以用它来逆转结局。大预言术，我记得要运转它，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需要献尽你星魔一族的血脉。此行，我会派门迪与您一起。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我此行的意义。那么就请殿下赐予我生命的终结吧。殿下，这是我的无上荣幸。大预言
乱。规则重新，生命进攻。殿下，我已经重新界定此处的规则，除了尊贵的逆天魔龙一族，无人可以行动。你可以轻易地获取神格了。另外，我懂得最重要的一颗星星，就是将月夜放在了那个人类身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演算中，这是唯一能使神格现身的方法。希望你以后可以小心。最后，谢谢殿下，我玩得很开心。预言真的很有趣。你做得很好。现在，终于轮到你了。你还拿什么阻我？梦幻天堂的一切都是因你而存在。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自己。只要你在，梦幻天堂就不会灭亡。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这个世界终将属于我逆天魔龙族。父王，神格到手了。晨晨，晨晨，快醒醒！妈妈，晨晨，妈妈。天王，放开他！刚刚是我的错觉吗？他身上怎么会有父皇的影子？我竟然被一个低级的人类给唬住了。龙浩辰，真是让我意外。有我在，你就休想带走神格！什么？叶小妹，没想到你要走到这一步。神格融合了，我们得救了，是团长救了我们。浩辰，我龙浩辰，承载神明之力，代行神明之职，一切侵犯梦幻天堂者，斩！
灵力融合过就会心神俱损。来吧，让我看看你所谓的神格融合有多么的可笑！神明之力，岂容亵渎？神明自然，春野之乱。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强行与只有6阶的你融合，更难发挥出神明真正的力量。收起你的渔网，你也配斗神明之位？本神之焰，夏日流火！怎么越来越弱了？以凡人之躯承载神明之力，你的身躯又能坚持多久？少废话！求杀之心！血影烈焰！龙月寒涛！真不错，龙浩辰，差点就被你给杀了。可惜，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殊死一搏！来呀，我要把你的脑袋和神格一起献给父皇。既然你想死，我就送你一场！奇怪，人呢？好久不见，现在是时候了吧？命运之神明之地，觉醒之刻，当是拔剑之时。此刻是时候了。拥抱着我的信仰，踏过天山越过万水谁能想？我不问荆棘
神之意志，至圣至明，尽理尽逆，神之全责，诛罪诛过，全知全能。令降神明之威于光明之子，神眷觉醒。光源女神继承者，岂容尔等冒犯？双神加身，他竟然同时得到了自然女神和光明女神的认可。怎么可能？真有罪人亵渎神明，罪不容恕。将由自然女神同光明女神继承者龙浩辰持光明神剑于审判台上裁决罪人。我动不了了。罚免其传承之免，灭其10万灵力，诛其本体，以裁决罪恶。杀！万物轮转，宿命既见，唯心所现，为时所变。陛下，只差您的最后一步了。父皇放心，哪怕粉身碎骨，儿臣也必定会拿到神格。哼！你天魔龙族不能说！有之心，观吾之血脉始源，降临于在。浩辰，这是结束了吗？梦幻天堂的屏障竟然被撕裂了！竟然陷进了自己的心脏，强行使魔神皇降临。这个结果比本皇预想的还糟。真令我失望了。但也有意外
外的惊喜。没想到你能把阿宝逼到这等地步。彩儿，大家！100万灵力之上是神明规则的战斗，你还是个初学者，不用太着急。龙浩辰，你也许比阿宝更有潜力。神格，神格已与我融合，只要我死，神格也会消失，你们永远都别想当神！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您自己。原来如此，继续成长吧。龙浩辰，现在的你还太稚嫩，下次见面时，你和神格都一定会属于我。生灵听令，现以最高礼遇恭谢双神使者，守卫我梦幻天堂太平。团长，魔神皇和那些魔族都走了，是团长将他们赶走的吗？那可是魔神皇啊！团长，也太厉害了吧！光明女神的神眷者，谢谢你和你的伙伴拯救了梦幻天堂。你刚才喊我神眷者？对，宇宙之始曾诞生过代表宇宙绝对意志和最高权责的创世之神，他创造了各个神明与位面，这些神明代表了远古最强的力量和至高的全能。虽然数万年来他们已经远离人类，只留下了模糊的虚影和传说，但如果一个人的先天内灵力超过90点，那他就是受到神明眷顾的人，称为神眷体质，拥有神眷觉醒的可能。一旦成功完成神眷觉醒，即为神眷者，同时也代表你已经被神明选定成为他的继承者。什么？神明的继承者？这也是当初我会选择你来守护梦幻天堂的原因。太厉害了！我们团长真不愧是万里挑一呀！另外，他也有神眷体质，而且距离觉醒不远啊。什么？2位神明继承者？神眷觉醒后有什么益处吗？那可多了，不但天赋会更完美，灵炉和武器也会随之进化，同时你还能获得神明赐予的天赋技能，并且借用神明之力。神域
天阳三绝。这就是神卷觉醒给我带来的天赋技能。你应该获得光明女神赐予的秘技了吧？这可是属于光明女神神卷者的奖励啊！专属。因为每一位神卷者所属的神明并不相同，所以真正觉醒后获得的奖励也各不相同。一切都要等神卷觉醒时才会揭晓。我的乖乖，咱们团也太厉害了！这样下去，魔族何愁不灭？成神对我们现在来说还太遥远，光是100万灵力这一点，纵观整个圣魔大陆，也只有魔神皇一人能够达到。我们还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不过，成为神明继承者之后，我倒是感受到了更多浩瀚的东西。与自然女神神格融合那一瞬，我脑袋里突然多出许多信息。等等，这是小雷，精灵龙前辈，请再帮我一次，或许我能创造一个奇迹。紧张，团长说的那个奇迹真的能实现吗？一定可以，我相信龙团长。安心等着吧。如果有一个人能创造这种奇迹，那也一定是团长。开始吧。我代行自然女神的权柄，执掌万物生机；我代行光明女神的权柄，执掌生命本源。我将赐保卫梦幻天堂的英灵至高无上的生命祝福。能跟随光与风的指引，重回人间。真是异想天开，怎么能只凭一瞬的记忆就驾驭双神之术？而且，这还会极大的损耗他的心神。可你还是相信他，对吧？可这毕竟是神明的魔法。对我而言，他的所作所为也宛若生命。愿你能想起最动人的眼眸，愿你能想起每一次的开怀大笑，愿你能想起初春的嫩芽，有淡淡的香气，风是凉的，滴在你脸上的露水也是凉的。耳边的虫鸣有点吵闹，饱满的果实竟异常甜美，阴凉与暖阳之间，洋溢着兴奋的细小尘埃。还是不行吗？愿你记得生命中每一次的心灵触动和差点错过的美好。鹏兄弟，你来了，特别好吃，尝尝。
钱，是吧？小杜将军，我来带你，带大家回家。英灵们，我们回家。这是结束了吗？浩辰，我这是怎么了？我好像记得我已经被那头狗熊魔族杀了。所以这里是地狱吗？不，这里是梦幻天堂。大家欢迎回来。没想到我们几个都已经死过一次了。谢谢龙兄弟所做的一切。既然行动已经结束了，我们几个也该回镇南关复命了。这次真的谢谢你，张放放，这把刀你拿着，之前你救我一命，以后你可以用这把刀向我提一个要求，只要不违背原则，我王媛媛一定万死不辞。战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不喜欢欠人情，很麻烦。好，我收下了。那咱们后会有期。龙团长，我们就先走一步，回去复命了。龙兄弟，后会有期了。多谢龙团长救命之恩。以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我等在所不辞。他是个好人，我知道。小泪，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去了。光明之子，为了感谢你们对梦幻天堂的帮助，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们。啊，是灵炉啊！没错，这是我挑出来最适合你们的灵炉。理论上来说，灵炉越多越好，但灵炉如果互相冲突，反而得不偿失。我吸收千机灵炉时，是靠巡回灵炉强行压制，若是再吸收，恐怕会出问题。的确，每个人能吸收的灵炉有限制，但我可以帮你们进行灵炉合成。灵炉合成？将拥有的灵炉合二为一，保留原本的能力和属性，不仅威能会提升，还能孕育出新能力。这就是梦幻天堂最大的奥秘之一。可浩辰为什么没有新的灵炉？因为梦幻天堂已经没有更适合光明神眷者的灵炉了，再吸收一些其他灵炉，对他未来并无益处。不过，我可以帮龙浩辰体内原有的2个灵炉进行合成，威力也会大大提升。那就谢谢你了。好啦，事不宜迟，现在就来合成灵炉吧。
大幅提升光属性灵力，还可以自主施展超强光系法术辅助作战。星焰灵炉和焰之鹰灵炉合成星焰凤凰灵炉，拥有超强爆发。紫雷灵炉和光之重影灵炉合成紫幻神雷灵炉，拥有惊人的雷系破坏力。替身灵炉和时光灵炉合成时光之蝶灵炉，同时开启3倍生灵之门，主宰世间生灵。空间之门灵炉，穿梭空间，神妙莫测，随心掌控战斗节奏。光之守护灵炉和光之聚合灵炉合成光之庇佑灵炉，战场能量支援，团战绝对控场。巡回灵炉吞噬了千机灵炉和真实之影灵炉，杀伤力大幅提升，可以每天使用1次巡回灵炉而不受反噬。彩儿，怎么了？彩儿，你没事吧？他那巡回灵炉过于霸道，我送你去帮他，把他唤醒。彩儿。快醒醒！彩儿，彩儿，既然你们已经没事了，那就是时候说再见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你们离开之后，梦幻天堂将关闭，我会一边重建梦幻天堂，一边清除魔族制造的梦魇。但此次魔族也损失惨重，我有预感，魔族不会善罢甘休的。梦幻天堂乃神命遗迹，魔族无法轻易进入进行报复，但你在外面可就太危险了。你之前之所以能获得双神加持施展神技，是因为梦幻天堂本身蕴含神明法则。一旦你离开梦幻天堂这片神明遗迹，将无法再次使用神技。所以，我给你留了一丝精神联系，在你需要时我会帮你，但是我也希望在梦幻天堂有需要时，你能伸出援手。放心，只要你们需要，我一定在所不辞。大龙，我们要开始重建梦幻天堂了。刚好借此机会重新规划一下梦幻天堂吧。哎呀，你都一把老骨头了，就别折腾了，省得到时候扭了腰。梦幻天堂里怎么会有第3位神明的印记？什么？你是说梦幻天堂里有自然女神的神格？难怪魔神皇如此在意。看来魔神皇的修为已经到达了神的层次，
才这么急着需要神格助他成神。还好这次有你们团队，才没有让神格落入魔神皇之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孩子，你们阻止了一场人类的大浩劫呀！这太大了吧？对呀。这次的烟花也太漂亮了吧！梦幻天堂一战，我族10余位少年天才舍身忘死，力战魔族，为我族打下了漂亮的一仗。现给予他们镇南关1等功奖励。我们的榜样！其中，龙浩辰率领降级21号猎魔团，更是力挽狂澜，诛杀7位魔神继承人，守住了梦幻天堂。又是龙浩辰这个大英雄，太牛了吧！不仅如此，他们还带回大量灵炉，让梦幻天堂站在了我们人类的战线。从此，所产灵炉将全部归为联盟所有。经联盟商议后决定，给予特等功奖励。空影水晶，居然是空影水晶！不错，这是老人特地给你准备的。哎，空影水晶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没听过很正常，毕竟空影水晶已经遗世上万年了，1万多年前的辉煌年代，我的先祖巨灵神曾用天外晶石与自身神血融合，打造了7颗自带神力的空影水晶，镶嵌在巨灵神之盾上，使巨灵神之盾威力可开天辟地。但随着巨灵神的陨落，镶嵌在巨灵神之盾上的7颗空影水晶也遗落到了圣魔大陆各处。我原本的3颗还是祖上花费近1000年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代代传下来的。这次又加了1颗，我的巨灵神之盾威力至少会翻上2倍。那要是集齐7颗空影水晶，巨灵神之盾就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了。恐怕不止，应该还能召唤巨灵神。不错。没想到联盟居然给了我们如此珍贵的东西。哇！还有呢！你们看，灵玉血掠、救急魔晶，这些宝贝我还是头一次见啊！还有这个，我还有这个，这可都是有价无市的宝贝。哼，你小子先别那么激动，还有更好的呢。别等会儿兴奋的晕倒了，可没人管你呀。到底是什么宝物，竟然让6大殿高层一起出手？这是猎魔统御令，执此令者，所有猎魔团都会无条件支援，包括称号级。灵殿主，这份礼未免太大了。大吗？我们还嫌不够呢。毕竟比起你们的功劳，一点儿也不算大。这次你们击杀了那么多魔神继承人，接下来的2族局势会更加复杂难测。龙浩辰，你准备好了吗？当然。无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终究会赢。对此，我无比坚定。此次你能从梦幻天堂活着回来，已属万幸。接下来，好生休养一段时间。不，父亲大人，此行对我来说有超乎预期的收获。我反而觉得我有更多事要做呢。龙浩辰，你竟然连阿宝都能阻止，我得重新计算一下你的价值。
动进了魔龙血牢，就算是9阶，在那里也是9死1生。勇气倒是可嘉，想证明自己的能力，那就给我活着走出来。你的禁足还没有结束，好好想想你应该做的事。是。我就没有带回神格，输给一个人类，赶紧学会。母亲，是不是只要我变强，成为父亲的继承人，就会来看我们了？一个不受宠的弟是现任陛下何必才会在意？身为逆天魔龙的太子，这份痛苦和耻辱，都将化作未来的基石。总有一天，我会将一切千倍百倍的夺回来。我既能降服血煞炼狱成我的东西，这血牢也必将臣服于我。竟然伤害我的孩子，龙浩辰，我要撕了他！一群卑贱的牲畜！既然如此，那就从龙浩辰这只猎魔团开始吧。我的孩子，你的死亡叩响了沉寂的群星。新的乐章即将奏响了，最耀眼的星辰，你会陨落吗？盟主听说你的蓝雨光之芙蓉还在进化中，暂时无法使用。他让你回去后，先去一趟圣盟拍卖场，说不定会有所收获。我还有另一份礼物留给你，也许不久之后，你便会知晓。光明女神留下的礼物，会是师祖说的收获吗？上城，本公主终于回来了。团长，为啥咱们一回来就往拍卖场跑啊？拍卖场有啥宝贝吗？走吧，等进去就知道了。哇，今天到底有什么宝贝拍卖啊？欢迎大家光临圣盟拍卖场。哇，拍卖师都这么漂亮的吗？怎么，光头动心了？不，我不喜欢这种，我喜欢那种有着一头长发、单纯的像小白花一样的姑娘。小白花，这就是你说的小白花？我没看错吧？这就是我梦中情人的样子呀！快，韩宇，快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吧？好嘞！真的！竟然是真的！这姑娘是我的，我现在就对她发起爱的攻势！光头，你先别冲动，别急，
待会儿拍卖会结束了，就让林欣带你去找他。先坐下吧。本次的拍卖会有些特殊，所以我们请来了圣蒙拍卖场的少主风铃儿小姐，为我们宣布拍卖会的规则。本次的拍卖会只有一件拍品，并且这件拍品不会进行金钱拍卖。哪位贵宾能够让他认主，就能带走他。啊？不要钱就能带走？这么白菜啊？恰恰相反，这说明他无法用金钱衡量，认主的条件应该很难。它是一把传奇之剑，第一任主人用此剑开拓出了光，为整座大陆带来了光明。第二任主人用此剑剑斩7位魔神，最终也对魔神皇造成了伤势。他剑指深渊之刃，他痛饮魔族之血，他天生属于光明之刃。他是200年前光明剑神叶无伤所用之剑，是战士殿的神话之剑。而他，也是1000年前光明女神的剑，名曰光明女神咏叹调。是他，那柄光明神剑，你就是光明女神留给我的礼物吗？可惜的是，在光明剑神陨落后，这把剑选择了自行封印，已无法再度出鞘。所以，只要哪位贵宾能够让此剑出鞘，便是此剑的命定之主。现在，请所有想要仪式的贵宾上台。据说，这把剑刚自行封印时，很多人都想要为它解封。但就连当年的神印骑士也无法将它拔出。别人也许不行，但我们团长一定可以。他可是被光明女神眷顾的人，光明女神的剑见了他，那不得赶紧飞过来？我这八阶战士也太拼了吧！这是要把拍卖场震塌呀！给我松开！你们团长也来了。请让我试试吧。好浓郁的光明气息！神剑居然有反应了，他甚至都没有握住它。他才几阶啊？看起来年纪这么小，怎么做到让神剑共鸣的？多谢，我会好好珍惜这把剑。此剑还有一道封印，待时机成熟，它自会解封。到时候你会看到这把剑真正的威能。龙浩辰，光明会指引你的前路，但真正的神之光明，却只会在暗之深处绽放。去往暗之深处，这是我的未来。另外，在你身上还有更高位的神明留下的印记。他身后是光明女神，他竟能借用神的力量。神显灵了，神剑认主了！这么多强者都拔不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神族，您的神剑终于重见光明了。恭喜，试炼通过。哇，团长，你这把剑太牛了吧！我们卡了这么久的关，你一剑就把他们全干翻了。这把剑虽然是光明女神所赠，但它也是战士殿的神话之剑。等有机会得去一趟战士殿，征得他们的允许，才好在战场上使用它。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就在永恒之塔闭关。等我们把灵力都提升到6000点以上，就去猎魔塔升帅级接任务。这一关是第1层的最后一关，通过后，我们就能去第2层了。门怎么突然关上了？浩辰，没用的。
只能由主人一个人完成。少年，欢迎来到第1层的玄主试炼。人呢？平时不是早就出来了吗？要击败的对手与那座石碑有关。辉煌年代曾出现过12位能人隐士，他们不问世事，不落凡尘，但却从没有人敢忽视他们，因为这12人一旦出鞘，必使大陆生灵涂炭，所以就连他们的名字都成了当时的禁忌。唯独伊莱克斯大人能令他们臣服。最终，这12位隐士再无踪迹，而伊莱克斯大人身边从此却多了12名亡灵亲卫。伊莱克斯大人带着他们向辉煌教廷宣战，颠覆了整个辉煌年代。不过主人这次要面对的是圣位11和圣位12，他们俩可是曾经被称为王之先锋的恐怖存在。啥？跟这些几千年前毁了整个大陆的人打？没搞错吧？圣位12在圣位里最擅长用刀，他从小就伴火而生，淬炼了一身金刚不坏之体，很难有人打得动他。他对于力量的掌控力好强。你是谁？为什么会有主人的传承？他既有永恒旋律，那肯定是主人指定的继承人了。而圣位11对冰雪的操控能力极强，别看他平时只会雕花，只要他想，所有液体都能成为他的武器。你不配做我们的主人。前辈，12，你陪他玩玩，睡了几千年，也该活动活动了。玩玩就玩玩，只要你能接住我一招，我就臣服于你。还请前辈赐教。我蓄力一击，竟然对他毫无作用。快！在我失去耐心之前，请你玩玩，有什么招式，拿出来。力量、速度、就凭你到我的手里。我倒觉得是个不错的苗子。寰宇刃斩！洞杀玄元剑！还有什么招式？把血出来吧！修罗斩！哦，这招他也会。修罗斩，真是够棒！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修罗斩。挑战失败，快招架！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浩辰，别担心，我没事，我还想再试试。主人别急，要不先休息几天吧。肉体被灭的体验可不是常人能承受的。前辈再指教。这小子有意思。真的想杀死我？在修罗斩鼻祖面前秀技能，人家当然想杀你喽。鼻祖，修罗斩是你自创的。我没事。请前辈再指教。
计。这小子终于天死了！成功了！不愧是开创了修罗斩的前辈，我的灵力全部耗尽才破开。他的修罗斩原来还有后招，可他又为什么替我挡住这一击？能这么快破开我的修罗斩，除了伊莱克斯大人，你还是第一个。做得不错，我姑且认可你。我的伤势和灵力都恢复了。多谢前辈。我先放过你，接下来你就和他练。那接下来就请前辈指教。小子，你可知他为何物？这是冰雕的话。芥子虽小，却能纳须弥，而冰亦是水，水能生万物。这里面承载的是天地万象，也是我跟随伊莱克斯大人这么久悟出来的精髓。不知你能否承受得住？